土耳其早安。带着不舍的心情，我们离开了奇幻的卡帕多奇亚，奔向了有着浓郁的爱琴海风情的伊兹密尔。位于爱琴海东岸的伊兹密尔，以其旖旎的风光享誉土耳其。熟知爱马仕的人都知道，有款颜色叫做伊兹密尔蓝，名字正是取自这座爱琴海畔的浪漫城市。来到伊兹密尔，就等于打开了蓝色之旅。沿海滨大道慢慢走着，路边有叮叮响动的马车和有轨电车，整个城区充满了海滨城市特有的慵懒气息，可是又有着伊兹密尔特有的爱琴海风和阳光。这里大概是土耳其最不像土耳其的城市了，远离政治和宗教，人们过着伊兹密尔式的生活，不偏激，不急躁，脸上都挂着满足的微笑。伊兹密尔这个城市总能让人从急躁的生活里慢下来，然后在慢下来的过程里发现生活中更多的惊喜。如果你让当地人列出一张美食名单的话，披萨饼肯定名列榜首。它是当地人最喜爱的主食之一，被称为土耳其版的披萨。披萨饼的形状如同一只小船，做法与披萨类似，面饼四周要特别包起来，防止汁水外流。现烤的面皮特别香脆，不同的地域会加入不同的馅料，咬上一口，不同层次的美味融合在口中，是难以言喻的美妙感觉。土耳其的汤也是让人喝完后久久回味，番茄浓汤、扁豆汤，还有香浓的鸡汤，就着馅料丰富的披萨饼，这种搭配真的吃起来让人停不下来。离开舒适的伊兹密尔，我们开始前往距离伊兹密尔80多公里的库萨达斯，因为那里有象征着古代文明一角的伊夫所古城，是此行的主要目的。库萨达斯是爱琴海边上一个优美的港口小镇，那也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眺望爱琴海。如果人们被太多充斥网络的希腊图片标记了爱琴海的美丽，那不如挑一个单独的时间来看看土耳其库萨达斯的爱琴海。同样是蓝色，却有着另一种风情，阳光灿烂却不燥热，海风轻柔却有力道，别墅成群，绿树成荫，只想在这里遛着狗，跟家人快乐而肤浅地活着。库萨达斯又称鸟岛，土耳其语小如鸟的意思。小村庄常年沉睡，上个世纪80年代时开始被人发现，现在已是有着长长海滨大道的旅游之地了，却依然带着一种小姑娘般不善与人交往的青涩感。漫步其中，你可以感受到这个地中海小镇的悠然自在。到了傍晚，餐厅和酒吧迎来过往的游客，整个老城也相继热闹起来。第二天一早，我们便轻装前往期待已久的伊夫所古城。买票后，经过闸机，延绵不断的断墙残垣就已经扑面而来了。伊夫所是世界现存的规模最大、保存最完整的希腊罗马古城，曾经富裕先进到在公元前400年就有街灯以及完善的供水供暖系统，排水系统甚至考虑到利用地势和浴室的水来清洗路面。
虽然是遗址废墟，却是一座仍然让你感到它鲜活脉络的城市。古城的面貌是大片大片的白色大理石，似乎每块砖瓦都有故事，带着一种高贵而超然的态度，并不在乎有没有人知道它的存在，只飘飘然地独立守望着爱琴海和那空中千年的回忆。穿梭于立柱和拱门间，仿佛回到了当年繁盛时期。漫步在古城的中央大街上，越往里走，越惊叹于这条道路的悠长。经过大街两旁的市政厅、公共浴室、民居等，仿佛让人有种穿越感。大街的尽头就是当年排行世界第3的塞尔瑟斯图书馆了。虽然只遗留下了一面大门，但看上去却仍然壮观而精致。站在图书馆的脚下向上望，总觉得自己在时空和学识面前永远那么渺小。即使是早期的人类文明，也早已把书籍当作进步的基石。有趣的是，图书馆对面竟然就是妓院，而且贵族都是通过图书馆的地下密道过去的。妓院的门口有一块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广告牌，一只左脚脚印，一个女人的头像，一颗心和一个钱币。大概的意思是，只要你的脚大于地面上的脚印，就可以在前面的庭院中找到你心灵的慰藉。但是进去是要交钱的。之所以要求脚要大于地面上的脚印，是用这种方式来杜绝一些未成年的孩子去到妓院里。不得不叹服设计者非常有创意。古城内还有世界上最早的冲水公厕，一个宽大的房间里，大理石条板上刻出一个个规则的圆洞，石板下面是石头砌成的沟渠，2到3米深，有流动的水经常冲刷。据说当年的权贵们为了避免接触冰凉的石板，在入厕之前先让奴隶把石板做热了以后，自己再去享用。很多大家熟悉的大牌 logo 也是起源于这座古城，比如人们熟识的胜利女神尼基，她的英文拼法就是 Nike， 那个大大的斜钩造型就是耐克 logo 的设计灵感。女人都为之疯狂的法国知名奢侈品品牌爱马仕，则是用了古希腊神话中的商业和畜牧之神赫尔墨斯的法文写法。现在在这个城中唯一剩下的居民，估计就是猫咪了。随处可见的懒洋洋的猫咪，悠闲地在立柱上享受着土耳其的日照。它就像故宫里的御猫一样，似乎见证了这里一草一木、一砖一瓦的变换。伊夫所古城就这样静静地屹立在爱琴海畔，有着浓浓古雅典风情的它几经沉浮，最终在15世纪衰落。还好留下的遗迹已足够让我们一瞥旧日的荣光。看到这些残垣断壁，感受时间那种摧枯拉朽的气势，沧海桑田的变化，似乎下一秒就能遇见旧时光。逛完伊夫所，如果急着回库萨达斯，那就太亏了，因为这样你就错过了西林杰小镇。这个红瓦白屋的古老小镇，仿佛田园诗一般，坐落于塞尔丘克小镇以东约40公里的山沟里。村落为奥斯曼的老房子，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当地人生活的常态，比如在人头攒动的街头，和3、5好友聚在一起，吹着地中海的风，悠哉悠哉地品尝一杯正宗的土耳其式咖啡。这样的场景充满了天方夜谭式的异域风情。土耳其咖啡是欧洲咖啡的始祖，使用的大部分是巴西产的咖啡豆。咖啡豆需要研磨得很细，因为一般土耳其人喝咖啡残渣是不滤掉的，因此在品尝时，大部分的咖啡粉都会沉淀在杯子的最下面。不过在喝的时候，还是能喝到一些细微的咖啡粉末，这也是土耳其咖啡最大的特色。糖都是在烹煮咖啡的时候就加入的，煮咖啡时不需要用明火，而是装在形状独特的土耳其咖啡壶里，然后把壶放在专用的加热砂上，据说这样是为了受热均匀。经过一段时间的加热后，表面会翻腾着细密的泡沫，刚好低于沸腾状态，就可以倒入杯内品尝了。咖啡的香气浓郁且味道醇厚，残留的香气在口腔徘徊，经久不散。
待口腔感受了土耳其咖啡的浓郁，咖啡渣也成为大家餐后的良资，可以用杯底咖啡渣所呈现的形状来占卜今天的运势。至于准不准，这个真的就是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了。如果你对咖啡不感冒，那就去体验一下趣味十足的土耳其冰激凌，堪称是世界上最坚韧、最有嚼劲的冰激凌，也有人称其为会飞的冰激凌。土耳其卖冰激凌的商贩都会玩小杂技，他们身着土耳其民族服装，能把冰激凌像面团一样翻来翻去。从给装冰激凌开始就在逗你玩，把你的冰激凌递过来又收回去，横竖就是不让你拿到他递给你的冰激凌，弄得啼笑皆非。这种售卖方式极富热情和快乐，能为客人和孩子们提供丰富的娱乐效果和开心的购买体验。漂亮，来，拽着拽着，继续站。Thank you, thank you, thank you. 离开库萨达斯，我们按计划前往棉花堡，途中偶遇路边卖草莓的果农。向导说，这个季节土耳其的 C 位水果就是草莓，整个南部的气候非常适宜草莓的生长，所以这里出产的草莓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。乍一听，草莓这种梦幻的果物，感觉跟土耳其好像扯不太上边。于是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，我们决定靠边停车，亲自尝试一下。近距离观察这一颗颗整齐排列的草莓，粒大饱满，颜色娇艳欲滴，对于我这个草莓控来说，绝对是致命的诱惑。至于味道到底怎么样，来听听美食界的专家是怎么评价的吧。真有草莓味儿。好的，走了。怎么买的？是的，土耳其的草莓是我们多年都未曾尝到过的那种果肉扎实的口感，酸甜适中，软嫩多汁，就是记忆中草莓应该有的果味儿，就是这么的好吃，好吃到甚至觉得之前没吃过它的人生都是没有灵魂的。大家满心欢喜地抱上满满的一箱，旅途的倦意一扫而空。土耳其的棉花堡可谓是早已名声在外了，看了不少有关它的攻略，也是褒贬不一。很多人觉得图片跟实际相差甚远，不值得前往，但我心里一直抱着去了也许会后悔，但是不去一定会遗憾的心理。既然棉花堡是土耳其的一大特色，时间允许还是要亲自去看一下的。棉花堡位于帕姆卡莱小镇，地下有大量富含矿物质的温泉水，涓涓细流从丘岩间潺潺流下，碳酸钙逐渐钙化，覆盖在岩石表面，就形成了这种看起来白雪皑皑的特殊地貌，像牛奶泼洒在高低不平的小山丘上一样，所以也被誉为上帝打翻的牛奶瓶。远远看去，又像大朵大朵的棉花盛开在山丘上，但其实一点也不棉花，走在上面指压板的触感也不过如此了。但由于游客的接踵而至，这种地貌也在逐年缩小。听说再过100年，这里的美景就会不复存在了，所以一定要把它永远地留在记忆中。不要以为棉花堡只是个大自然赋予的壮美的自然奇观，这里还有多处古希腊、古罗马的遗址。希拉波利斯古城就是其中之一。光阴横亘2400年，古城一部分遗址下陷，泉水常年不断地喷涌而出，就形成了温泉池。水温在35度左右，
清澈可见池子里侧卧着许多2000年前遗留下来的大理石柱和石板路。泉水含有丰富的矿物质，沐浴有着非常好的疗养功效。于是我们也毫不犹豫地在古罗马遗迹里玩了个水，体验了一下古罗马时期达官贵人的泡汤感受。安塔利亚是我们土耳其之旅的最后一站。温柔的安塔利亚有着地中海独特的气候，据说一年中有300天都是艳阳天。在他的怀中结束这次旅行是最好不过了。温婉宁静的安塔利亚像颗镶嵌在地中海南岸的珍珠，是一个深受土耳其人喜爱的度假天堂。沙滩、大海、树屋，满足你所有对悠闲的幻想。蔚蓝海边，帆船的桅杆林立，遍布的咖啡馆、酒吧和餐厅，游客满座，各色各样的人悠闲地享受着海风和假期，完全是一派地中海式的景象。安塔利亚的模样正符合我们对于南部海岸的所有想象，似乎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会被古旧与时尚、热闹与宁静的完美融合所打动。其实安塔利亚也是一座充满故事的古城，被一场场战争揉碎，又被一个个伟大的文明重塑，时光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。在安塔利亚的周围有3个古城，古城里大多是希腊人跟罗马人当初建造的建筑，很多甚至保持着原样。阿斯潘多斯、佩尔盖和西德3大古迹是古希腊、古罗马时代璀璨辉煌的显著代表。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要数阿斯潘多斯古罗马剧场了，它是现世界上保存最完好的，至今仍在经常举办音乐会的古代剧场。每年夏天都会有盛大的音乐节在这里进行。半圆形的剧场可以在不借助任何音响和扩音设备的情况下，将舞台上的声效清晰地传遍观众席。据说1枚银币落在地上，观众席上都能听得非常清楚。这样精密的设计不禁令人佩服古罗马人的智慧。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我们决定亲自尝试一番，小型音乐会就这样拉开了帷幕。要不要白葡萄酒？就这样，我们把高光时刻留给阿斯潘多斯古剧场的同时，跟家人的土耳其之旅也在不知不觉中接近了尾声。因为和家人生活在不同的城市，难得有这样的机会，能一起其乐融融地享受旅行带来的新奇体验。说再见时，总有着太多的不舍。
我想，如果说一个人的旅行箱里装着的是自由不羁的心，那么和家人一起的旅行，则是一份包裹着陪伴的温暖体验。每次看到家人脸上开心的表情，我们的内心总是无比的快乐。广阔天地中，大家走一走，聊一聊，享受美食，回顾一下最近的生活，展望一下未来的人生。除了旅途的精彩，多出来的是一份责任感，是未来拥有的共同回忆。 Did you grow up on? Did you get your middle name from your grandma? When you think about you forever now, do you think of me? When you close your